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最近，韩国总统文在寅继日本首相之后呢，也访问了美国，而且在美国呢，他也对台海问题做了一些表态，表示呢要关切台海的和平。那么这个表态是有意做出的，还是被迫做出的？目前呢还可以做一些分析。但是在台湾地区呢，也引起了一些自嗨的举动，认为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都和美国站在一起，帮助台湾防卫，或者是呢帮助他与武俱同。那么具体情况是不是这样？5月25号。韩国呢举行了介绍文在寅访美成果的记者会。那么在会上，就韩美领导人的联合声明提及台湾海峡一事，韩国外长郑义溶就表示，韩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两岸关系的特殊性，韩方一如既往地坚持该立场。联合声明提及的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是域内成员各国的共同愿望。韩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在根本上呢没有发生变化，甚至呢称美韩联合声明中关于维护台湾地区和平稳定的这种说法与中国相关人士的提法基本相同。那么这个表态应该说就是比较明确的了，台湾地区当局的一些人应该能够体会出其中的含义。那么韩方的说法应该说明确的表明了2点，一个是韩国依然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请中国放心。第二，韩国所说的台湾和平，甚至是中国的愿望。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可以说给谁听的呢？主要是说给中国大陆听的。当然，暗含的呢，也要告诉台湾地区当局，我在美国的表态是被逼的，不得不说。但是我说的这个话，其实跟我过去的立场没有太大的区别。日本首相菅义伟和韩国总统文在寅都是先后被美国总统拜登遭到美国去进行会谈，实际上呢是进行问话的。在以美方的联合声明中，他们虽然都提及到了台湾，但是两国的态度应该说明显不同。日本可以说更为热心，而韩国真的有点被逼无奈。从他们的表态可以看出来，双方的态度出发点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那么我们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外交部门对待日本和韩国的这个态度呢，应该说也有区别。对日本，我们现在是严正警告，而对韩国呢，仅仅是表示关切。那么严重警告和关切，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等级层级的差别。那么为什么要对日本政府严重警告？因为他们已经过线了，甚至他们对台海地区的关切不仅仅是一个外交上的语言，而是有军事行动了。他们的自卫队正在内部研究，那么一旦武力干涉台湾，他们的军事行动和美国怎么协调配合，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帮助美国武力干涉台湾，已经具取到了很多军事行动的预案了。而韩国呢，恐怕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表态和举动，因为韩国的军队恐怕把更多的精力是对付朝鲜，而不是台湾。为什么会有出现这样的差异呢？我们想可能有这样的情况：韩国曾经当过日本几十年的殖民地，日本呢也曾经占领了台湾半个世纪。台湾和韩国应该说在历史上他们的遭遇是类似的。韩国对日本的仇恨可以说根深蒂固，他们不可能完全像日本所采取的这些行动一样，比如说出兵干涉台湾，或者是呢为美军提供基地，对台湾的事态呢进行强行干预。这一点可以说是韩国和日本最主要的一个区别。那么至于到美国或者是美军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胆量介入台海问题，那么现在呢，应该说他的能力有限。过去能力似乎很强大，但是随着中国军力的提升，他干涉台湾的军事能力是在逐渐降低的，而且一旦开战，他没有胜利的把握。根据他们自己的模拟演练的话，败多于胜，甚至呢基本上是全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还有胆量来介入台海的问题吗？那么怎么办？他现在就被迫要拉一些盟友为他壮胆，比如说拉日本、拉韩国来表达对台海和平的关切。但他们这些小动作能起到多大作用？他的小兄弟日本、韩国应该说各有想法，并不是完全跟着美国走。日本可能会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会跟美国绑得更紧一点，而韩国呢就要稍微松一点，甚至一旦出事儿
他会往后扫。因此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呢，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和日本的军事联盟上，因为日本现在是有意愿参与干涉台海事务。那么对这样的一个政府，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当然，日本现在也害怕全面得罪中国，因此他的表态呢，跟美国现在的意愿恐怕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但不管怎么讲，对美国、日本、韩国政府，我们应该采取分别对待的措施。但是红线是一定要画出的。一旦有人敢于用武力干涉台海的和平事务，干涉中国的统一大业，那么必然会付出严重的后果，而有一些后果可不是某些政府能够承担的。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后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